各位，你们上网的时候有没有纳闷过一个事儿？同样都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有的人对咱们中国是爱的不行，天天在网上帮咱们说话，而有的人吧，一提起中国就跟见了洪水猛兽似的，总是有偏见。其实呢，最近在马来西亚发生了一件非常值得咱们深思的大事儿，把这件事儿掰开揉碎了看，直接能把东南亚地缘政治的底层逻辑给扒个底儿掉。咱们都熟悉的务实亲华派马来西亚首相安瓦尔，他带的执政联盟在近期的几次地方补选和州选里接连吃了瘪，踩了急刹车。有人可能就纳闷了东南亚一个国家的地方选举，咱们平时连那几个州的名字都念不顺口，关咱们啥事啊？关系大了去了，各位，这个安瓦尔他可不是一般人哦，他是咱们在东南亚推动亚洲复兴最核心的知音啊。这哥们儿一上台跟咱们谈文化交流，谈大国合作，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咱们国内的媒体圈都激动坏了，觉得咱们在东南亚终于碰到了一个跟咱们有精神共鸣的战略伙伴了。结果呢，地方选举一开票，就像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反对党压根没跟他扯什么宏大叙事，人家就用了最土最狠的一招，跑到基层的马来人村子里直接把安瓦尔的选票给撕开了个大口子。那这件事呢，给咱们提了个大醒大国外交最忌讳的就是一厢情愿的自我感动，你光搞定人家的高层精英根本不够啊。如果对方国内的基层土壤接不住，你给的宏大善意到了人家老百姓耳朵里，分分钟就变成了反对党拿来攻击侵华政客的政治毒药。那今天呢，咱们就把马来西亚政局这块大旗给大家好好的扒一扒咱们先来看看安瓦尔到底输在哪儿。安瓦尔这个人吧，非常有意思，他绝对算得上是东南亚政坛里最难得的文艺青年了。早在90年代，人家就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亚洲文艺复兴》。他肚子里是有墨水的，平时演讲呢，左边引用一句莎士比亚，右边能给你整一句孔子的《论语》，中间呢还能穿插阿拉伯语的《古兰经》。他觉得西方那套霸权逻辑不行了，咱们亚洲有儒家有伊斯兰，大家应该坐下来喝喝茶，谈谈哲学，一起重塑世界秩序。你看这个调调是不是跟咱们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简直是天作之合呀？但是残酷的现实是什么呢？当安瓦尔拿着这套高大上的亚洲复兴理论跑到乡下的农贸市场去拉选票的时候，当地的马来老乡根本听不懂甚至觉得你脑子有包。你再看他的死对头反对党里的伊斯兰党是怎么玩的，这帮人被媒体称为绿潮，你以为他们是一群戴着小白帽思想落后的老古董？错，这帮人玩新媒体的水平能把咱们国内的某些机构都给秒了。人家才不跟你谈什么世界秩序文明互鉴，人家直接拎着大喇叭跑到村头大树下，而且专门雇了一大批高颜值的马来小网红，在 TikTok 上把这个短视频玩得飞起。他们天天给年轻选民洗脑，话术极其的接地气。乡亲们安瓦尔天天跑去国际上跟大国喝咖啡，但他管过咱们菜市场大米涨价了吗？马币跌成什么样子了，他管了吗？咱们村的小伙子毕业了找不到工作，他管了吗？他天天跟外国人混在一起，他这是在出卖咱们马来人的特权不选我们就是背叛你的信仰。好家伙，这一句极其接地气的话说，瞬间就把安瓦尔国际论坛建起来的文明叙事给冲得稀碎了。这就叫高尚是精英的通行证，但民粹才是拉选票的投名状。要想搞懂反对党这招为啥这么灵，咱们得扒一扒马来西亚最核心的底层政治逻辑。那这个词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叫马来人至上。马来西亚是个多群族的社会，马来人占了差不多70%，华裔占了20%多，还有一部分印度裔。从几十年前开始他们的宪法里就明文规定了马来人的土著特权，考公务员马来人优先，上大学给马来人保留高比例名额，买房子马来人能打折，甚至公司上市都得保证有一定比例的马来人股份。那这就导致马来西亚的政治天生就是围着种族和宗教这两个核心引擎在转圈的。安瓦尔是个聪明人，他想搞各族大团结，想讲包容，但是在庞大的保守派眼里，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反对党的逻辑几十年如一日，就一句话
马来人的饭碗快被抢了，华人越来越有钱了，只有选我们才能保住咱们的特权。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啥？是明天的早饭，是口袋里的零花钱，是自己的特权会不会没了。当肚子和信仰感受到威胁的时候，你跟他谈什么亚洲文明对话，他只会觉得你在画大饼，甚至觉得你要联合外人来算计我。那讲到这儿呢，咱们也得说说自己反思一个极其致命的痛点：为啥咱们释放出来的善意根本就穿不透东南亚的底层社会呢？大家去过马来西亚的就会知道那个地方看似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实际上它的舆论场是平行宇宙，堪称是一国三界。华裔圈里看中文《星洲日报》，刷微信用小红书，马来圈看马来语电视，刷 TikTok， 精英圈读英文报纸，看 BBC。 这3个圈子语言不通，信息完全绝缘，甚至连笑话都笑不到一块儿去。咱们过去是怎么在东南亚搞宣传的？找几个当地的华人社团，联系一下中华总商会，大家在吉隆坡的5星级酒店包个宴会厅，办个论坛，签个合作协议。现场呢全都是中文媒体，大家是推杯换盏的，觉得中马友谊地久天长，文化交流硕果累累。但是真相是这边热度从头到尾只在华人圈子里打转，除了那个酒店大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马来社区对此是零感知。更要命的是这个事儿一旦被反对党盯上，那就成了灾难。我给大家举一个极其经典的真实翻车案例。前几年呢，马来西亚有一本宣传咱们一带一路倡议的漫画书，这本来出发点是挺好的想在当地的学校里做科普。结果呢，这本书被政客敏锐地抓住了把柄，他们截取了里面的一些内容，翻译成马来语跑到马来社区里大肆煽动说，你们看，他们在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他们在给咱们的孩子洗脑。结果闹的是满城风雨这本书直接被马来西亚内政部列为禁书了，甚至连当时给这本书写序言的政客都惹了一身骚。咱们本意是去交朋友的，结果到了人家的政斗泥潭里，反而成了反对派手里的工具。反对党拿着咱们中文媒体的报道，掐头去尾跑去跟马来老乡说，你们看，安瓦尔又在跟中国搞秘密交易了，华人的势力要吞并咱们了。这就叫典型的中文圈里狂欢，马来圈里挨打。咱们的信息根本没有打入对方的主流社交圈，完全是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自我感动。那咱们该怎么办呢？别急那对比一下咱们在东南亚最成功的2套出海模式答案自然就出来了呀。中国在东南亚经营了这么多年，最硬核的永远是经济工程。你看咱们搞的那个马东铁挖掘机开进去隧道打通，水泥路铺起来，几千个本地小伙子找到了工作，沿线的路边摊也跟着发了财。这种变化是实打实的，肉眼可见的呀。那不管今天是安瓦尔在台上，还是明天换成最保守的伊斯兰党上台，谁敢把建好的铁路给拆啦？他要是敢拆老百姓第一个不答应。这就叫钢铁与水泥的硬逻辑，它能跨越政治周期，能扛得住政坛地震。那再给大家讲一个商业神话吉利收购宝腾汽车。宝腾那是马来西亚的国民神车，是前首相的亲儿子。当年呢快倒闭了，吉利跑去收购。一开始呢，马来人也警惕觉得中国资本要来吞并我们的民族工业了。结果吉利是怎么干的？人家不搞虚头巴脑的宣讲直接把最新的技术导进去，帮着宝腾造出了爆款 SUV， 车卖爆了，不仅保住了马来人的饭碗，还大把大把的发奖金。现在马来人一提到吉利那都是竖大拇指的。但这要是换成文明合作和价值观宣讲呢，太脆弱了一旦政局变天，新上台的政客为了立威，为了讨好民粹，第一件事就是要把你之前签的文化协议撕个粉碎。那这就引出咱们大国外交的一个死局，咱们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所以当安瓦尔因为对华友好被国内反对派围剿的时候，咱们没法帮他拉票只能干看着。那这就意味着咱们绝不能把合作的筹码深度绑定在某一个领导人或者某一套脆弱的价值观上。马来西亚这堂课给咱们所有的大国出海指了一条极其清晰的破局之路。总结起来呢就是8个字儿：放下架子，向下扎根儿。以后咱们去东南亚必须转变思路。第一，高层走硬合作，底层搞微渗透。
别光跟西装革履的华人社团混了，那些老总不缺你那口饭。要去就去马来人的马来乡村，去帮他们建水利，去跟当地的技校合作，教马来小伙子修新能源车、修手机。你把这个技术交给底层，这种恩情任何政客都抹杀不掉。还有第二打破语言和文化壁垒，别再搞那种只有中文通稿的自嗨活动了。咱们得学会用马来语，雇佣当地的马来小网红，用老百姓听得懂的俚语去沟通。人家关心生计，咱们就用短视频告诉他，中国的机器怎么帮你们把榴莲产量翻倍。那人家关心宗教，咱们就严格遵守清真认证，尊重人家的风俗。还有第三用利益共赢代替单向输出。别总想着去教育别人，去输出我们的理念。真正能征服人心的，从来都不是口号而是你能不能在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前提下，带给人家实打实的红利，让当地的老百姓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跟着中国干，我的日子变好了，我的孩子不用去街头溜达了，能进工厂当工程师了。各位，这比你在5星级酒店里讲1万句文明互鉴、亚洲复兴都要管用100倍。大国外交不仅需要仰望星空的宏大构想，更需要脚踏泥土的微观智慧。告别一厢情愿的温情脉脉，用更务实的手段去经营周边，咱们的大国之路才能越走越稳，越走越宽。那最后，大家觉得咱们以后去东南亚做生意、搞合作，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坑呢？评论区聊聊。我是小懒，咱们下期再见。